们今天又马上来录第二集的语言治疗4，哦，超开心又可以聚在一起。不好意思暂停，我觉得就可以直接 Unit 就直接分享故事。好，就是我遇到了一个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我在一个群组有一个问说，嘿，如果遇到无口语的小孩要怎么样应对？或是Tina 你说他是写互互动，动，对，互动。因为我自己本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就 AAC 啊，结果整个聊天下来，我还很耐心在旁边，就是大概等个30分钟，等1个小时，哦，好吧，等一天，结果完全没有看到 AAC 的3个字出现，我就觉得OK，what's happening？我自首，我觉得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也不是我的第一个答案也不是 AAC，我第一个答案是 follow the child's lead，就是对，有因为我道理，脑袋里想的是就 follow the child's lead 就是儿童导向嘛，可有时候我会把 AAC 跟沟通就是 tightly together，就是把他们两个做比较相近的连接。可是有时候会好像忽略掉，其实 AAC 也是互动的其中一环。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把这全部的一个 strategy 给 lay out 清楚出来，说不定我们可以先从 Tina 的角度出发，然后我们可以用 AAC 做补充。我的角度，嗯，我的什么角度？就是 follow the child's lead，follow the child's 哦 lead。哦哦哦，我觉得其实现在不管是什么 neurotype 神经类型的小朋友，我基本上都是儿童导向嘛，就是他们喜欢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星期四才跟一个小朋友聊 elevator 电梯，聊了1个小时，好赞哦！超酷的。你们聊什么他说他要看 airport elevator。？OK，他是 机场 Stage 的 Three 哦，电梯。对，他机场的电梯，然后他会跟我说他要看 Light Rail 的 elevator。Stage Three 哦，他已经就是那个 Gesho 完轻轨形语言，对，轻轨他的已经电梯。对轻轨的电梯，然后他会跟我说，house elevator 家里的电梯，哦，很可爱。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画了一个电梯，他就跟嗯，我说他要几个楼层，然后因为他喜欢数字嘛，然后我们就把数字也融入在电梯里面，然后他会跟我说他要一个紫色的电梯门，很可爱，然后那个门要开的还要关的，要上楼还是下楼，我就帮他画出来，我们就这样过了很 peaceful 的1个小时，好可就超级爱哦。开心。然后妈妈回去跟我讲说，她想要把这个画贴在墙上，嗯，要裱我就框。对，然后我就很感人，我觉得他是一个 in general 就是很 regulate，看起来是很，好像不是这么大家典型中刻板印象中的自闭光谱的小朋友，因为我觉得他是非常 observant，很观察很细微的小朋友，所以他会，我觉得有意识无意识的就会有一些 masking，掩盖的行为，觉得他好像都有点小心翼翼的，然后就是静静的这样子，就好像不是大家非常那个刻板印象中知道的自闭光谱的小朋友，所以他的情绪表达也是稍微比较内敛的，我觉得。所以当他妈妈跟我说他回去拿了那幅画，他当下也就是我可以看得出来哦，他很开心。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开心到会想要把它贴在墙上这件事好可情。爱。哦，好感对，动哦。我就很感人，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他在家里，你就会因为有时候家长会跟我说，他觉得他在家里是好像对很多事情都没有太大的兴趣。我觉得他是 burn out 啦，就是就是疲乏了，所以他就是慢慢的这样，慢慢这样，所以他那天就很，因为他本来就很喜欢电梯，然后他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他一件电梯的衣服，就是上面有按钮。哦，好可很可爱哦。爱，他那天就穿来了，然后就好可按爱。上楼下楼，然后数字很好笑，可是超级可爱。对，然后他就很开心的穿来，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画电梯，就是他超级喜欢电梯。然后我们甚至就是聊到，比如说 emergency 紧急状况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骂到说不要进去，然后 don't go in，然后他就 no don't go in，然后他就会有
那个 Pretend imaginary， play，对，他就有想象的，好然后棒哦！很可爱，然后他就说他想要看 Google 的照片，我说你想看什么呢？他说 I want elevator people get stuck， 我想要电梯，然后人卡住，就是他想要那个 emergency， 他可能还不太会，很可爱，超级可爱。然后对啊，我们就度过了一个就是很愉快的一堂课，然后就其实好几个礼拜都是他想讲他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follow the child's lead 嘛，他来领导我们，然后我们从他们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去做沟通，去做延伸，对，然后再补充一个我觉得很大的进展，就是因为他很喜欢电梯，然后他想要看那些图，然后我们就会用 iPad，然后我就顺便教他 spelling，就他哦，现在超棒的！对，要猜拼遍，要拼，search 对，他就 search，然后我就说那你试试看，elevator。对，然后他那天我觉得他靠他自己就拼了 train，就是火车，嗯对，然后还有他试着拼那个 home，因为我就 sound it out 嘛，我就帮他念出来，我就哦，然后他就会试着去找，而且他几岁们的那个啊？他 kinder，哇，六岁，好六岁，棒哦，好厉对啊，害哦！对，然后因为学校老师是觉得他的 spelling 是有点 behind 的。然后嗯，我就想说，那我们就顺便一起做吧，对。然后他就可以 sound it out，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就是我们这样子大概有2、3个礼拜了，然后我觉得他开始记住键盘的位置了。哦，超棒啊，的，好赞！ 他100分。键盘的顺序跟一般的 ABC 的顺序是很不一样，所以他第一次很明显就是找不太到。可是到这2天的那个，他其实我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他的手的位置是已经有，就是那个 muscle memory，他大概知道在哪里，我就觉得超级开太厉害心。了，太对，棒了。同样我有一个很想要问的问题。我曾经有遇过一个家长，就是跟我说，What is the point of following the child's lead？因为我儿子就是一个空白白纸啊，他就是要我们去给他东西呀，这就是我为什么请你来的目的呀。不知道你们如果遇到这样的家长，有啊，而且当用我还被 fire 过，就是那个家长说自费的家长嘛，他就说你还是要让他做事啊，不然他就是只会在那边，学不会。对，他就是在那边，他以后还是要适应这个社会。然后后来我就被这个家长 fire 了，我也是被家长 fire。对对，我补充一下 Eunice 刚刚那个问题，因为你刚刚是讲英文嘛，对对那个对，嗯，对那个家长的意思就是说，儿童导向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跟随小朋友的，就是 follow 小朋友的那个行为跟让小朋友主导，对，谢谢。对。好，对，为什么要让小朋友主导？对，那我想要先，我觉得回应刚刚 Tina 分享的那一堂课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回答这个，可以回答一部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不懂儿童导向风格的治疗师或者家长，可能就觉得哈，你一节课就只是在讲电梯而已。那有学到东西吗？对不对？有学到新东西吗？可是，刚刚 Tina 有讲到一点，然后 Eunice 有讲到一点，就是其实，在那一个小时，我们看到，我们听到你分享，我们有发现到说，这个小朋友他主动开启很多沟通互动，他主动跟你分享他的兴趣，他主动去跟你做出连接，然后他还跟你解释说，哦，他要的是这个，他不要那个，他要这个，然后他还开始跟你加入你的那个呃 imaginary play 怎么讲？pretend play 就是假想游戏吗？对，对对办加加酒。扮家家酒，对，还一起扮家家酒，然后呢，角色你还扮演，角色扮演，对啊，然后你还偷渡了教他怎么拼写我还偷进去，渡了一件事情，什么？我偷渡了2件事情。我偷渡对，了他在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嗯，偷渡了，因为学校的治疗师想要教 pronouns，就是代名代名词，词，哦，所以我就偷渡了。哦，yeah，he is running out。
she's coming，然后 they are stuck，然后我有偷渡了那个那个什么方位词，就是介系我问词，他，对，因为他不是叫我画画嘛，我就说你这个对，要画在哪里，然后他基本上都只会说 here，然后这我就说里这里，哦，对，这里，然后我就会说哦，next to the door，在门旁边吗？然后他说 Yeah next to the door，然后说哦那这个 B1 要在哪？然后他就说 Here，然后这里，然后我就说哦 above B2什么什么，就 above B1，就有对偷渡了一下那好个方棒哦！位词。对，而且我记得没错的话，你还偷渡了让他回答问题耶，你还说哦，哦你要哪对啊，一种，然后他还回答你，所以其实这个要在哪里？Where？对，对啊，所以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我们都没有在做事哦，可是其实我们是让小朋友在很放松的，然后很开心的状态，偷渡超多目标在里面的。对啊，对，而且还很好玩。对他超对，喜欢，而且他然后回到家以后还可以再跟妈妈分享说，我想要把这个放对。在挂在墙上，超棒的而啦。且就是以后亲戚来就可以说，哎，这是什么？他就可以再解释一次。对啊，然后Retelling。这个才是真的，就是有意义的互动跟有意义的沟通能力的成长吧。对啊，不是那种很isolated 要怎么去，很就是那封闭，很单独教的一个技单独能。教的一个技能，说什么好嗯，哪个是上面，哪个是下面，对，你就他要指图能卡。带入嘛，他不会只是一个在课堂上学到，可没有办法带入现实生活的一个技能。对，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讲这些有没有回答到 Eunice 你说你那个家长问的答案，好像没有因为我觉得有啦，有啦。有吗？可是你说那个家长觉得他的小孩就是一张白纸，是因为如果因为我有遇过一种小朋友是一直以来他们受的治疗课程都是那种大人主导、治疗师主导，所以要先把你这节课就是只能玩这个玩具，你就是做嗯这件哼，事情。哼，然后你不能有其他说，哦，我想要玩那个，我想做别的，所以会导致其实有蛮多一部分这样子的习惯，这样子的跟大人互动方式的小朋友，如果你今天突然让他尝试一个儿童导向的课，他会完全不知道要干嘛，嗯他会就是乖乖坐在那里，然后嗯，他没有任何自己自发性的 idea，对，所以哦，好险有录音，到时候要看这个经典 highlight 哦 Eunice 的手势，太好笑。，Amen，对这是讲得太好了。对，所以说，我觉得家长要很去注意到、去重视到说，诶，所以今天小朋友会变成好像所谓的一张白纸，如果我们不给他事情，他就不知道做什么的这个状态。其实我不知道可以这样讲，但我觉得很可怕，it's problematic 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对啊，就对，是因为他没有任何自己的主见，他没有很任何自己可的想法。怜，很可很怜，可怜。而且我对真的因为连遇到过。我对也是，就连婴儿都知道要去拿自己想要的玩具，就是其实他们都是有想法的，就是人的大脑就是一定会有想法的嘛，只是因为环境的抑制，塑造。塑造成这个样子的。小婷，你有遇过吗？就是在你之前在台湾职业的时候，会遇到家长不认同，或者是不喜欢你用比较儿童导向的方式去教学？我觉得是蛮多妈妈是比较主导，就是想要就是叫小朋友做什么做什么这样。但我在想说，也有可能我遇到的家长或者是台湾的风气，还是蛮尊重治疗师或是老师，所以不会有太多的那个直接冲突。就是可能他这堂课还是来上，然后就是照老师的方式，然后可能回家还是要用另外一个自己的方式这样，所以还好。然后我想到另外一个是，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是说我们是跟随小朋友的主导或跟随小朋友兴趣，可是就是我们还是会在
课堂里面加入很多其他的东西，例如Tina 就是小朋友喜欢电梯，然后所以你拿出纸，然后开始画电梯，所以还是会从他的兴趣里面加入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不只是说哦，可能就是一直看着电梯而已这种无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如果家长有疑问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可以尝试解释？我就在想说，如果家长听这一集的家长，你对儿童导向的教法有疑惑，觉得说到底在学什么？就其实可以直接问治疗师，用友善的方式去跟治疗师讨论。你的治疗师如果他本身就是做儿童导向的语言治疗的话，他其实会很愿意跟你解释说，哦，对，看起来我们都是在玩，对不对？其实我做了这个，然后你的小孩主动做了这个，对啊。我觉得就主动真的如果很重要。嗯，对，然后回到 Eunice 刚刚的问题，其实就是所有沟通最大的核心嘛，就是儿童导向的为什么，就是重点是什么？就是 connection，就是你跟建立连结，建立，谢谢文心，你跟这个个关案这个系。小朋友建立一个很 trusted、很互相信任的一个关系，那其实这就是重点啊。这是最大的重点其实人跟人之间沟通其实就是建立关系嘛。讲到建立关系这个说法，我之前有收到一则私讯，那个妈妈就说：“哦，可是她也不是跟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要建立关系啊。比如说，她以后长大去便利商店，她不用跟店员建立关系啊。然后，我可以，我想先听你们会怎么回应，然后我可以再跟你们讲我怎么跟她回应。OK OK，我觉得这问题问的很好哎、对啊，我好了，以我自己个人，因为我的母语不是英文，然后我来对。美国的时候，最好练习的语言就是去便利商店，就是去点餐，因为它就是一个很 routine，你就是1 2 3 4 5照着做就结束了。但最难的是交朋友，是 small talk，是去用英文在这个社会融入，去跟各式各样在美国生活的人建立那个关系。然后我必须也只能用语言才能够去建立这个关系，不是说他要跟每个人建立关系，而是他想要建立关系的时候，他有那个能力可以去使用。讲得很好。对，Tina 跟小婷呢？我觉得可能跟 Eunice 想的一样吧，就是我们做的就是给他一个 tool，一个工具，然后他可以选择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去跟这个人建立关系啊。你也可以当笔友啊，你也可以当网友啊。像我们就其实一开始就是网友嘛，然后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去跟他想要建立关系的人建立关系啊。那这需要一个过程嘛，对不对？他又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又不是一天一个晚上就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跟便利商店的人沟通也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关系啊，就是宾客啊，不是宾客，就是客人跟店员的关系嘛，要不要消费者跟对一个普通的关系，但是他也可以练习到不同的沟通方式，在不同的场景，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啊。我们也希望他们的生活可以有自主沟通，然后在各个地方都可以不受限制。那便利商店就是其中一个。我的想法是，就是我觉得妈妈的问题很特别，就是为什么是说是要跟便利商店店员建立关系？因为例如我就是可能也不会想跟便利商店店员建立关系，就是我就觉得跟我的朋友啊这边就是认识的人建立关系就差不多可以了这样。然后我现在想说，就是我们会很强调。就是有建立关系，也是就是在这个小朋友周遭的人跟他有关系互动的人，然后是很重要的，然后是可以帮助小朋友建立他的那个语言。所以当这些人跟小朋友有建立好的关系的时候，然后是一个很棒的一些给他很好的互动，然后都在有意义的情境下给他互动的时候，就
就是小朋友的语言就会进步这样。然后跟店员的部分就是不一定要建立关系，但是当你有建立了那个透过已经有好的关系建立的语言，你就可以去跟店员互动，对，这样但不一定要跟店员有建立关系。讲得很哎好啊，真的。对对啊，你去拿包裹的时候就不用报名字了，他已经知道了。对，我当时的回复比较接近小婷的版本，但是我很喜欢 Eunice 跟 Tina 的讲法，就是可能比较综合，但是比较偏向小婷那边。我说哦，我们不是说关系导向、关系基础的治疗是说要让小朋友可以跟身边的每一个人建立关系，而是说很有安心感。跟很有互相信任的感，觉得很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治疗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当中呢，小朋友他其实沟通能力可以有更大的提升，因为他在一个很安心，然后很充满信任，然后更愿意尝试新事物的那个环境里面，然后有很多很好很有意义的互动，这样子可以帮助提升他的沟通能力。他不一定要每一个人，便利超商的店员也要建立关系，对。但是我喜欢那个 Eunice 跟 Tina 讲的，就是说，同时也是在帮助他可以和别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让他自己去选择他要跟谁建立关系，建立有意义、可以充满信任、很安心的关系，因为这其实不是只是沟通能力，是对他全面的那个身心都会有帮助。对，哎，我的那个圣光又那出来了，真的圣光越来越大了，讲的太好了，圣我光的又出来了。圣光笼罩，其实是 CGI 没有。太厉害太好了。笑，是因为我没有窗，我上面没有窗帘，我要移位置，等我一下。那文心在移位置的时候，就让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我们刚刚哩哩喳喳讲了什么，是从如何面对无口语的有自闭症的孩子要如何的互动，然后刚刚有讲到第一点就是透过儿童导向的方式去建立关系，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想要讲，除了建立和小婷真的就是因为我是看到无口语这3个字，我就马上想到 AAC。对，我也是，然后我也在群组里面，但是我就是觉得，好像我讲 AAC 这件事情，就是我很努力，然后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那么快就可以接受。我也还是可以去回应，然后说，哎，有没有考虑 AAC 呢？但是就是会觉得好像后面要解释的事情有好多，对，然后对，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在想说我可能有点累。很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的情绪，因为一直以来你都是很 upbeat，然后很乐观开朗，乐观开朗又正面，然后阿对姨们，我们已经上年纪的人就会觉得超棒的。但是，你我觉得在我们进入到 AAC 之前，我想要先听你的情绪、你的感受、你的 ups and downs。哇，我觉得是起起伏伏诶，就是有时候充满斗志，有时候又有觉得好像需要休息一下。然后我觉得我会就是在这种回讯息上面可能觉得有点累，但是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如果觉得很支持 AAC 就去回复他。对，然后对，因为我之前也是在一个群组吧，然后就是也是妈妈问类似的问题，就是小朋友无口语怎么沟通之类的问题，这样。然后我就是提到说，哎，可以用 AAC 啊，然后给他也贴给他很多资源啊，然后大致上一开始可以怎么用，一开始而已，就是他们可能最需要是一开始这样。然后可是后来那位妈妈给我的回复是说，但是小朋友的医生说，这样会不会
不小心 diss 医生。反正呢，就是医生说，小朋友要先大动作啊，先发展好，然后之后才会发展到语言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惊讶到不行，但是我实在回不下去，因为我把就是一开始可以怎么做我都打下去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太震惊，然后反正后来妈妈是这样决定，然后我真的就想说，好，你应该心死吧？有种我讲这么多，我分享这么多，然后好像没什么改变。而且我觉得很挫折的是，你明明就是沟通的 specialist，我觉得很 frustrated，他们的意见或是他们的建议，有时候都可以 override SOP 的建议，就是可以凌驾于 SOP 上面。对，为什么？我对啊，为不懂，什么？什么然后叫做大我动作要先对，好才我可以做想说，沟通？我们先来请回问，复这个说辞，这一位医生的说辞。我请问小孩是要先跑步了才能讲话是吗？我真有点要的不懂气死了。我好对生气哦。这是完全能 relate，完全能理解你为什么会觉得心累，你辛苦了。 OK，我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以肌肉的发展来说，孩子确实是需要先大动作之后 gross motor， gross motor 还是 fine motor，然后他们觉得舌头是 fine motor，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正常孩子在发展的时候，他们的 fine motor 舌头是最强的，因为吸吮跟发声本来就是很早就出现的 fine motor ability。还是他觉得是 fine motor 的 motor planning，因为吸吮是属于 reflex。对，我甚至是在想说，他不知道一个人的沟通能力跟他的运动能力是可以分开来看的。讲真好，这个没我错，们之前有讨论过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不知道一个人的心智，他运动的能力跟他的沟通能力，想要沟通的那个想法啊、意念，跟他的学习能力，这些都是可以分开来看的欸。我举一个可能大家比较社会大众可以懂的例子，就是那个Stephen Hawking 霍金。他那么聪明，然后他虽然因为生理上的限制，他没有办法自己移动，然后他需要靠那台 AAC 电脑来帮他表达他的想法，可是他还是一直有在演讲。这样会不会太地狱梗？可能要剪掉。就是难不成你也要跟霍金说，你不可以用 AAC，你不可以讲话，因为你要先把你的大动作弄好吗？我觉得讲超好，真的沟通跟大动作是 motor planning 跟沟通是两回事。不过霍金呢，霍金应该因为他是渐冻对的，他是流失了那个能力，所以大家会觉得哦，他还可以相信他有沟通的能力。我觉得美国这边我是没有看到啦，因为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脑性麻痹的孩子，或者是Angelman syndrome 的孩子。其实，在我们学区里面，我们是直接给最强的 AAC，就是看到好多脑性麻痹的孩子，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沟通能力，他们只是没有一个沟通的工具。举例来说，我有一个刚从瓜地马拉搬来这边一个 3K 4岁的小孩，他刚来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他是西班牙文转到英文，再来是刚过来，他们是 immigrant， 所以有很多其他社会上的支持必须要给足。给足之后 ，OT 也要进来，PT 也要进来，要把那个小孩的状况都重新再做评估。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在做评估的时候，学校的语言治疗师就直接 reach 到跟我说，哎，那我们的 AAC 也要开始 ，again 就直接开始了，没有在等大动作的，就是直接开始。然后加急给他了这个 device 之后，然后我过了1个礼拜去说我要做 parent training， 要做 teacher training， 想说先给大家用这个 device， 1个礼拜我再来做 training， 大家比较有概念。1个礼拜之后我去，然后那个学校治疗师跟我说，那个小朋友小女孩在趁着全班很安静的时候，然后他就用他的 device 说 communication device， 所以他就按 communication device， 然后沟通辅具。
沟通辅具，然后他就等每个人就看着他，大家就发生什么事，大家要看他，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全班一个一个指完之后，然后再点 mine，我一个礼的拜，一个礼拜，而且重点是 communication device 沟通辅具那一个字那个 icon 不是在第一页哦，它是一页之后再一页，所以他在一个礼拜就找到那个 communication device 那个 icon， 然后可以这样子跟大家说，然后再点 mine，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跟大家说不要动，哇，一个礼拜。好酷哦，好棒哦！对，那然后所以就是如果今天啊，你们学区不是已经有那样子的很好的、很支持 AAC 的风气，就会变成说，可能学校的语言治疗师不会去想说要赶快给他用 AAC，要先把先辈能力练好，先训练大肌肉，再训练小先训肌肉，练再眼配神接对，触再配对，呀，要指认图卡，才可以试试要看。图卡交换。对，这嗯，是一个就是完全感受到 AAC 魔法的瞬间。对啊我，就想问大家说，大家在刚开始接触 AAC 的时候，也有这种就是真的感受到 AAC 的神奇跟它的魔法的瞬间吗？有这种小故事吗？我有，但我不好意思自己先讲。你先讲了，你先我讲先讲啊啊，好好笑，自己 cue 自己，好假我掰。有，好，好可爱这。个故事其实是第二集，语言治疗师第二集小婷来的时候，我其实应该要讲，然后就是因为太嗨太开心，小婷来，我就完全忘记要讲的。就是我在念语言治疗研究所的时候，其实我对 AAC 的认识就是只有研究所一个学期一堂课而已。然后甚至我的教授他不是 AAC 的专家，他自己的领域是motor speech，然后跟 AAC 他不是就是专门在做 AAC 研究 AAC 的，然后实习的时候也都没有什么接触到 AAC 的机会。那很因缘际会下，就是我研究所毕业工作第一年，我被分配到的那个小学。它有2个特教班，这个特教班它是10几个、快20个小孩吧，然后有10个学生都是有自己的 AAC 沟通辅具的小朋友，可是不是都是平板或者是眼控，都是大部分是那个 Go Talk，就是那种一个有电池的，然后有handle，然后9宫格，对， Go Talk 那先录好的语音的那种板，然后有好像3个学生是真的有自己的高科技平板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等于我是都还不太会游泳哦，就是可能顶多如果被丢到游泳池不会溺死的那种状态，我被突然丢到一个深水池，或是丢到大海里，就哦天哪，我突然有10几个学生都需要用 AAC，或是正在学 AAC，我就天哪，我要怎么办？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一年刚好我有一个学生，他那时候是好像3岁多或是4岁吧，然后他是那时候还没有任何口语的自闭光谱的小孩。那我觉得这个小孩的妈妈，她其实我还蛮感谢她的，我觉得她有影响到我。就是那时候我当时服务的那个学区呢，很遗憾，就是 AAC 推崇 AAC 推广 AAC 的风气没有 UNIS 服务的那个学区那么好。比较是那种传统的哦，先学图卡交换就好啊，先拿纸板就好啊，或者是先学比手语就好啊的那一种做法。对，但是这个小孩的妈妈，她就非常努力的去跟学区开会，去争取，去倡议，然后去争取说，我认为我的小孩需要用沟通平板，我觉得这是对他最好的沟通的管道，目前他最需要这个沟通管道。然后我就是一个
就是 clueless 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就只是在旁边，因为学区派了学区的 AAC 顾问来作证，这样子来回答这些 AAC，然后我就是在旁边就是在那边吃瓜，没有啦，我就是在那边学习。然后结果后来呢，学区的 AAC 顾问就说好，那我们给他一台平板试试看，然后就跟我说，那你就跟他上课的时候你用用看这一台平板。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一台好像 iPad mini 就小小台的，但是有给他装，就是妈妈说我要让他用robust system， 就是robust system 怎么讲？有哦丰富的语言系统，有就是不是只是有几个字而已，是有各式各样的字，有各式各样的动词、核心词汇、名词，什么都有，人事物都有可以讲的字，这样子就给他。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要怎么办呢？我就又在那边 Google，又在那边那个恶补，然后我就查到说，modeling without expectation 这个方法就是示范，然后不求任何。没有任何期望，不求回报的示范方式，就是作为治疗师，我就是示范就对了，我就是跟你互动的时候，我一直按就对了，然后也给你机会按。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那个小孩他摔倒，然后掰咖，他的那个其中一只腿就骨折，就打石膏，所以就变成说他还不能自己走路哦，他那一阵子就是要坐轮椅，就是学校的老师助教还要推他这样子。那时候我就是需要推他的轮椅从他的教室到治疗的那个空间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我要推他的轮椅，我就把那个 AAC 放在他面前，或是好像放在他腿上，他可以手可以拿着。我就想说，我每次要开始要推他的时候，我就按 go， 就是走去的意思。然后停下来我就按 stop， 停下来这样子。然后我就只示范了大概才2-3次哦，他就自己按了 go， 他要我继续推他。然后我当下就是真的，我不夸张，我鸡皮疙瘩就起来，然后很震撼，就有一种哇，有一个那个 mentally， 就是我的心中有一个大海啸这样朝我扑过来，因为我就想说，天哪，这个小孩在他拿到这个透过妈妈很努力争取了好几个月才拿到的这个沟通平板以后，他真的是第一次主动沟通，用一个词汇的沟通。因为他本来因为口语那时候对他来说是很有困难的嘛，所以他大部分的时候他也有在沟通，可是他的沟通就是只能局限在说用纸的啊，或者是拉我们啊，或者是他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而已。那是他人生第一次，至少跟我啦，可以自己去表达他内心的想法，然后让另一个人接收到。然后我就对超明确的，就对超级明确的沟通。对，然后我就回不去了。现在我就是在这里。对啊，那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是大家还在感动当中。非常感动。对，所以就很感谢那位妈妈，因为我当时就是我喜欢说我自己是明智未开，就是我还没有那么了解 AAC 的重要性，所以我也没有去想说我一定要帮这个小孩很积极的争取，所以真的完全是妈妈是这个关键，然后就这样子改变了这个小孩的这一辈子，然后也改变了我，然后也改变到我后来的这些学生的治疗。这个妈妈的背景是什么啊？就是她，就是因为我想要知道，是想说，她有什么资源，或者是她有什么教育背景，会让她知道说她可以帮孩子唱。因为我觉得这很难得，如果我家长都可以这样的话，那就太棒了。但是就是我不知道文心知不知道她的背景。我不太了解他的背景，因为在学区其实跟自费不太一样，就是你很难可以那么大量的跟家长接触到，然后你很也是难那么好的去了解家长。而且我那一年很菜很挫，
我就是想着，我可以生存下去就好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了解那种。但是我印象还蛮深刻，这个妈妈听起来她就是真的，我觉得她很相信她自己的小孩，然后她很相信她可以帮她小孩争取到她小孩需要的工具跟需要的支持。因为我就记得，因为我们就是开了几次会下来，然后有时候听妈妈分享，我就记得她其实懂蛮多的诶。她还会去说，就是因为那是那个小孩在这所学校的第一年嘛，而且是他第一次上公立的学校。妈妈还说，就是开学之前，她还帮小朋友做了 social story，就是一个视觉的故事。然后还开学的前一个礼拜，每一天都从家里开车载小孩去熟悉这个上学的这个 routine，这个作息，让小孩建立一点熟悉感，建立一点安心感，然后尽可能的，就是让他小孩上学的这个 transition 这个转变是比较无痛的，或是少痛一点的。对，所以我真的很佩服，很佩服这个学生的妈妈。我是没有，当然不会再看到他们，或是当然也没有跟他们有联络。可是我都想，我都会心里默默幻想说，如果有一天刚好在超市遇到他们，我可能虽然有点变态，可是我可能真的会上去跟他说：“妈妈，谢谢你，就是你深深的影响了我。”而且不对止你，还是你遇到所有的学生跟学个案，还有生对家庭。啊，对，所以他们是影响我最深的个案之一。对，真的啊，感人。很对啊，真感的好感动。人。对，然后就想说，如果今天不是靠妈妈那么积极的去争取，然后可能他的治疗师，包括我当年名次未开的我，还有其他老师什么，就觉得说，哦，他年纪那么小，对不对？大家一定很常听过这个，他才3岁多哎，他才4岁多哎，不用用 AAC 啊，先练眼神接触啊，先练模仿啊，先学 greeting，先学打招呼，有没有？这些大家 PTSD 都被 trigger。对，然后就变成说，他真的会错失掉好多他可以跟我们表达他自己想法的那些机会。对啊，这个就讲到 AAC 超级重要的 person competence，假假定能定能力，力。对对哦，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对，你不是你怎么知道？嗯，而且对，他没有那个工具，他也没有办法展现给你看，他知道。没没错。错。你们有类似的就是这种第一次感受到 AAC 的魔力跟魔法的故事可以讲吗？因为我的大学就在台湾念语言治疗嘛，所以我觉得我算是还蛮知道台湾的语言治疗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我大学然后有去实习，我们实习要9个月，然后我再短暂工作一下，我才来美国念硕士。我觉得这个整个台湾的语言治疗的氛围是，就是 AAC 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老师们都相信小朋友可以发展出口语，所以呢，学生也是这么被灌输着这样。好，我可能不代表全部人，但我看到大部分是这样。可能语言治疗师如果在医院的话，这个小朋友就是大概6岁以后就比较不会出现在医院这样。对，所以就是可能这些小朋友就是有语言发展迟缓，各式各样的这些小朋友呢，他们可能就去学校，所以我们语言治疗师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了。这样，哎，所以那6岁以后的小朋友，他们如果需要就去学语言治疗，校那哦，学校有语言治疗吗？没有应该是说有后来巡有抚，巡抚1学期1次一学或2次，期30分钟到60分钟，或一学对。年。所以他们就没有持续的在接受语言治疗的帮助。除非自没有费吗？就是如果家长很有心，可以带去诊所或是自费治疗所这样。嗯。因为在这样的氛围下，就是治疗师看小朋友只看到6岁，然后就拜拜这样，所以就是可能很多治疗师还是会相信小朋友，就是未来会发展出口语，只是还没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然后可能这些，我这样真的是
又 diss 老师，反正就是老师也是教我们，就是就是我们就是先让小朋友就是要眼神接触啊，然后先一些手势啊，然后就可以帮助他们未来可以发展出口语这样。对，所以我是可能也是一直都是这样子想的，这样。我在医院的时候，我在那个医院，也就是实习的时候，也有见到，就是有的老师他有比较大的一些大小孩，然后那些大小孩可能小学5、6年级了，然后呢，可能就是还是没有口语讲，然后有来做治疗，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些小朋友的未来到底要怎么办？就是他已经这么大了，还是没有口语，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未来很难想象诶，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对，然后反正我是一直到美国之后，然后念硕士，然后我觉得我的经历还蛮酷的，也不是说酷啦，就是我在实习的时候，在学校的实习就有看 AAC 的小朋友，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的感觉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老师是因为觉得很怕我把其他小朋友的英文教坏、口语教坏，所以给我一个 AAC 的小孩。我应该是，觉得啦，应因为我都该是。接了蛮多 AAC 的小孩，就是对但我很开心，因为我在台湾没有看过，对对，双赢，好。双赢。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AAC 让我大开眼界，就是我接的那个第一个 AAC 的小男生，他是一个4岁，也是自闭光谱小朋友，然后他有一台已经有申请到一台高科技的辅具。刚开始学 AAC，我也是都还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有点忘记为什么我们会一直示范 again 这个字，就是不是其他 go 啊，或者是 play，但是 again，但是没关系，反正就是有示范这个词汇。然后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们就是小朋友好喜欢吹泡泡，然后我们很常在玩吹泡泡。当时的我们啊，然后就玩各种游戏，然后都会按 again，然后就可以再让车这样从那个斜坡上滑下来、掉下来，那小朋友就会很开心。后来我知道啊，可以在这个很棒的有意义的情境下，小朋友很喜欢的情境下，可以示范更多词汇。反正当时呢，就是一直示范 again，但也没关系。然后就是当时的我这样，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哦，小朋友好像后来真的想要我们讲 again 的时候，他会去拿那个 AAC 他的 device 过来，然后后来他就真的自己按了，对，然后我们就很感动，然后他每次都是他爸爸是一个单亲爸爸，然后每次都是工作都是很累，然后带他过来，然后爸爸也都很开心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我很记得那个很开心的那个时候，对，然后而且这个小朋友后来他还就是有时候按一按，他会自己嘴巴也讲说 again 这样，然后我们就哇，好惊奇哦！当然说我们不是希望说就是小朋友就是用 AAC 就会用口语，只是我觉得这又破除迷思，就是有些人觉得用了 AAC 小朋友就不会发展口语了，但是我就是亲眼看到这个阿迪就是自己去按自己沟通，然后他顺便讲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好感动，好感动。所以我觉得是从那时候我就发现，哇，我觉得 AAC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工具，诶，它就是帮助小朋友找到一个沟通的管道。我发现 AAC 真的很棒，然后我就觉得哇，我过去，例如之前看到那些5、6年级，然后还没有口语的小朋友，我觉得他们好像是他们可以有另外一条未来的方向，诶，不是只是就是嗯。没有办法沟通，然后大家在猜，然后可能未来可能要住进那种 daily care 的这种地方，就是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真的感很感动人哦。哎！真的。而且每次就是在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通常都会鸡皮疙瘩，完全可以。对，刚刚在听你们讲话的时候，就觉得哦，鸡皮疙瘩又起来了，超棒的。那我就快速分享一个之前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哇，而且这个瞬间我觉得有让妈妈也有理解 AAC 的重要。可这个我之前有很简单的在我的上一篇 po 文里面有写，但我想说我用口述的方式讲一下他的背景。就是他那时候8岁，8岁的时候他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觉得他很聪明，可是他的口语就是爸爸妈妈说，就口语一直没有发展的很好。
然后后来发现，哎，他就是完全典型的完形语言处理者，就是他是以可能一些记忆啊连接的关系，然后背诵一些他听过的词句，还有台词或者是歌词之类的。因为他第一天来就唱了 Baby Shark，然后把 Baby Shark 里面的所有的词都换掉。他在玩我的车子的时候，他就说 Baby car 嘟嘟嘟嘟嘟，就是他自己换。对，然后旋律是一样的。然后妈妈说她那天很焦虑，就她一直用唱歌在调节自己的情绪。对对对，然后可是她的歌词都是有在跟着场景在换的。对，然后我就跟她妈妈说，我觉得她其实很聪明，但是你可以感觉她的很小心翼翼。她拿玩具前呢，我觉得很心疼，她就会这样看你一下。然后我觉得你才8岁耶，你不应该有这种被那么抑制的行为。反正我就说，那我们试试看 AAC 好了。对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阵子他就是牙痛，然后妈妈就说，哦，他可能下礼拜要去，他有蛀牙要拔牙，拔牙完的隔1个礼拜他就来了。然后我沟通辅具一直都是放出来的，然后有一个我帮他 program 的一个都是完形语言 get show 的一些短句，这样在玩那个粘土玩一玩，他就突然就是这样。就用手指他的这个牙齿这边，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他妈妈就当时的反应是说，哦，他已经拔完牙了，他其实不应该牙痛了，就是他应该过了那个修复期了。然后弟弟就蛮坚持的，就一直在指他的那个牙齿，就是嘴巴这边。他妈妈就说：“哦，没有啦。”他其实妈妈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早上，比如说在行为治疗那边的时候，他会用这个来逃避做 table task，就是一些制式的活动。然后我现在想起来，他可能真的只是想要跟他沟通而已，他不是在逃避，他就是真的不舒服。后来为什么我会知道不舒服呢？就是他突然就转向我的 AAC，他平常其实很少主动按，他就转向我的 iPad，然后他就点了那个 ouch that hurts，然后我就说 ouch that hurts，然后他就这样按了一次 ouch that hurts，然后他又口语就讲了一遍 ouch that hurts，然后我就说 where 哪里痛，然后他就把嘴巴张开来，然后我就看到他的那个牙肉，就是这个脸颊这一侧的肉是红红，有点破皮，所以我哦猜他可能咬到了，然后会摩擦他的牙哦，齿。对，然后我就说：“哎，你的嘴巴真的受伤了。”我说，然后我就说：“My mouth hurts，我的嘴巴在痛。”所以我们一开始以为他是牙齿吧，但他其实是就是脸颊这里在痛。然后他就说：“Ouch，my mouth hurts。”那个妈妈就在旁边，然后目睹了这一切，然后就说：“哦，所以他也知道怎么用哎。”我说：“他妈妈瞳知道，他都孔地震。知道。”对对，他就说：“哎。”妈妈很冷静，可是他要看起来很震惊，可是他很冷静的说：“哦，所以他知道怎么用哎，哦，所以他是真的痛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嗯 summary。AAC CHALED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还有 sensory integration，但这部分我们就尚未能跟大家分享。下次再分享。对啊，我好喜欢今天这一集哦，就是因为本来我们开录前有说要主要聊 AAC，然后就突然来儿童导向，我就想说啊，这样我们可以讲到 AAC 吗？就自己内心在那边小剧场、小慌乱，结果有绕回来，我们好厉害，你们而且还很厉害。置入了 presume competence，然后对啊，还有 modeling without expectation expectation，都是 AAC 重要的观念。啊，好诶，那要怎么收尾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呢，当我们遇到无口语、有自闭症的孩子，需要做的就是 child-led 儿童导可向向治疗方式，然后提供 AAC 不同的沟通管道，然后要 presume competency，假定能力，假定他们有学习跟沟通的能力。对，相不要因信他们。为他表面上看相信他们起来的样子，你就觉得说他不想沟通，或是他不能学习。用 AAC，对补还有刚充刚对，一个，刚刚
就不止无口语的小朋友，其实低有口语，口语的、对啊，低口语、有口有口语的语，小朋友都很适合使用 AAC。我们每天都在升 AAC 啊，嗯哼，对啊，我们在了解。 Line 在传简讯、email，其实只要不是口语沟通都是 AAC。对然后我想要再补充，Tina 刚刚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学习语言的能力是完形语言学习者。那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可以到温馨的podcast，然后还有他的 Instagram 去了解更多。我还没录完新语言，哦，你还没录？然后文章有写，文我有写章几篇文章啦，对，对温然后馨的 Instagram。然后如果然后想知道对 AAC 的话，可以去小婷的 AAC 今天就开始，然对，或者后是到小婷的那个中文 AAC 的脸书社团，可以，我很鼓励大家去那边问问题耶，因为有时候我会接收到就是私讯问 AAC 问题，然后我就会说你可以去社团那边问嘛，因为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啊，不然每次都一对一、一对一、一对，然后很多又都是类似的问题，就是我要回到什么时候？对，就算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可是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但其实搞不好有其他家长、其他对治疗师也有类似的问题，那他们也可以从看到社团里面老师们、其他老师的回复，也可以得到帮助，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利用那个社团的功能，我可以把那个中文 AC 社团的连结放在节目资讯栏。对，而且不好意思的话还可以匿名哦。对，可以匿名发问哦，不要不好意思，不用不好意思。对，除了有脸书以外，还有 Line。对嗯，真的，而且大对家都是很正向，会给很多很棒的建议。对，好喂，好诶，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拜那拜拜。拜拜。拜。